为什么我在那个都看不到留言呢、就在电视上，我怎么都看不到留言。珊珊，你要不要吃饭饭？OK， 好，应该开始了。OK， 好。Hello， 大家好，那我们准备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哈。那我是47，我是文文女王，欢迎收看。我太太生病了，还没有蕊好，不好意思。OK， 很没有默契啦。对，好 OK。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个问题，就是忧郁朋友特别容易爽约。为什么你今天想要聊这个？因为我现在每个礼拜的题目都是稳定的。对，为什么你今天想要特别来跟观众朋友聊这个？因为我发现常常就是如果有有没有观众朋友哈？没有关系，我们就聊我们的，反正待会就自然会来的样子，好不好？好。我很 care 没有观众朋友。有啦，目前有8个人啦。OK， 好啊，主要就是我想要就是我也很想要知道一下，就是朋友们这样子，就是有像我以前就是生病比较严重的时候，其实的确常常会爽约，就是可能就是人家约我，虽然我真的很想要去哦，就是可能说去喝个下午茶啦，还是去外面吃吃饭呐，他都会非常，其实我很愿意，然后也很想去这样，可是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就去不了。那后来呢？就只好跟人家说我不想去啊，不想去这样子。对 ，OK。问一下，就是如果有观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人就是他很常爽约的，就是跟他约，然后后来他就是突然不来了，爽约了。那这样的人呢，他可能不晓得他是不是忧郁的状况，但是如果有的话，对，你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那的确你有朋友的确是这个状态，的确这个状态，让我们知道一下。那你当时候人家跟你约好了，然后你拒绝人家，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啊？我心情当然是不好受啦。应该说不是拒绝啦，应该说是你爽约，因为你时间到了才不去。对，我就是那个时间那一刻，那一瞬间，或者是前半小时我才或说我不想要去这样子。对，你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子的？那时候心情是真的很不好意思，可是因为真的出不了门，所以就只好跟朋友说，就是只好跟朋友说抱歉这样子。对，我朋友说抱歉。那所以你其实是想要出去的。我是很想出门的。对，因为闷在家里其实不好受，有时候心情有时候不好受，但是就是说如果可以出去当然是最好，可是出不了门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因为我的心情跟我的身体是分开来。心情跟身体是分开来的。那你那时候不会想说因为已经答应承诺了，对，就是说那勉强自己出去一下吗？真的我做不到我为什么啊？就像上个礼拜我们讲，就是说为什么会就是有些事情真的出去说叫你出去走走好不好，我们都说不要，我们想要就是安静在家里独处这样子。所以其实等同就是像现在的话，就是像之前的话，就是会真的不想要出门这样子。对，是真的。就是会在那一刻那个时间点，大概那半个小时左右当中，可能突然心境的变化，你不能够提早一点点去说，就是说提早好几天嘛，就之类，或者是提早个2-3个小时跟他说，那我今天可能临时不能去了。可是如果说这么靠近的时间点，这样子应该也会有感觉造成别人的麻烦，所以让你心情也很不好受，对不对？对，其实你也不愿意。我是蛮不愿意这样子。对，可是这种状况，你觉得这种状况大概频率发生大概多久啊？
频率发生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嗯，那而且像是有重大聚会也会就突然间缺席这样子，对，就是在那个时候临时缺席这样子。对，对，那你后来你的这些可能朋友啊、亲人们当中，有没有针对你的这个行为当中有一些反应吗？就他们对你，他们会其实比较会倾向是关心啦，他说不能来哦，那没关系啦，就是在家好好休息这样子。哦，对，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你生病了，对他们知道。但是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会跟他解释一下，会稍微说明一下。对，是说明啊。OK，就跟观众朋友们讲一下，像前一阵子我们有一次，也是说要直播，那后来就临时我们就是状况就不好，不好这样，所以我们就暂停了一次。对，那个时候其实这种状况不仅是在直播的这个场合，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常会出现这种状态。对，跟大家说明一下，我这个人是非常要求准时的，准时开始，准时结束。这个是我的一个原则，就不管做什么事情，所以然后答应人家的事情，就一定要就是得做这样子，就是即便说我今天可能，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某一些聚会必须参加，对，那我可能忙了一整天的啊，我可能都不吃饭这样子，对，那或者是都没睡觉，我再累，那我还是会去把它完成。那我们在这里面当中，其实他一开始他不太能够去理解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准时。为什么一定要准时开始、准时结束这样子？所以他一开始其实不是很能够理解。那之前我们尤其在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对于要不要出席一些聚会当中，我可不可以准时到这件事情，其实我会有时候会很生气他，就是说为什么你就不能够早一点准备，然后早点到这样，那或者是你今天不去，你可不可以提早说，不要造成人家麻烦。我一开始我的确是我非常的不谅解他，所以我们常常因为这样吵架，对不对？好，你还记得？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要去参加一个夫妻课程的聚会，然后因为我是7点准时开始嘛，对，那就是我们大概6点半的时候就可以，6点半的时候还可以去吃个饭这样，然后他就思琪老师他就说，现在已经6点半，去吃个饭就来不及了，这样子就来不及7点开始。然后我那时候就发火了，我就整个在马路上大咆哮这样，然后我就说，我就是意思就是说我6点半吃完，6点半吃完，刚好去那边7点，我觉得很 OK。那迟到一点点没有关系，因为我就吃饭很重要，不是不要说你没有吃饭，你要做下一件事情这样子。我就反正对我来说，吃饭非常重要，对不对？然后再加上就是一定要准时，所以这两个我都没有，这样2件事让我都很火。然后我就边骑机车，然后就边咆哮这样子，对，然后这情绪很失控，整个就失控这样子。那时候我自己也还没办法表达出我到底是为什么会就是那么失控，然后咆哮这样子。我真的那时候我也完全没想到这样。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没有意识到说他是人生病的状态。然后或者是说可能我们的习惯，我们想说可能就是生活习惯的不同，价值观的不同，所以可能我就不太能够去谅解到为什么不能够配合我觉得这是一个符合规定的做法这样子。对，那但是后来才慢慢的，当然就是这可能会谈到一些夫妻相处的问题啦，但是我们今天重点不在夫妻相处这个区块，就是说我们彼此的了解之后，我就知道说对他来说有一些东西是自己的身心状况当中其实是需要被照顾到的，要照顾到的。对，那后来其实会常常出现一种状况，就是我们已经安排了可能要去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可能安排了要去参加某些活动，或者是要去出游，或者是参加一些聚会的时候，但时间到的那一刻，对，那我文他就会说我不能出发，我不能去，出不了门。对，那一开始其实我不能理解的时候，我还会跟他吵架。我记得有一次我很不好意思，就是那时候是一个朋友结婚，
结婚，那我要在婚礼当中帮忙带领唱歌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应该是要提早到这样子，但是我们在那个时候他的状况其实就很不好。对，那一天我状况超级差。对，那天是大概怎么样？你那天状况怎么样啊？我也不知道，我那天因为那一周你几乎都很忙，然后都没有陪到我，然后我就好像没有被陪到的感觉，然后要说话也不能尽兴这样，所以那天我就是做了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这样子，然后世奇老师他就也快要崩溃，他说你让我去谈完那个去婚礼，你不用去婚礼没关系，但是你只要你让我去把他任务完成就好，那我就会赶快回来陪你这样子。对。Hello， 绍恩，好，对，的确我们常常会出现在这里面啦，我们只是有的时候拍影片的时候，透过影像是比较容易的这样子，但我们有时候今天会来谈的就是忧郁朋友容易爽约这件事情这样子。对，那个时候的确是这样子，我那一天真的很崩溃，因为我身负着人家的结婚的任务，对，结婚，然后他状况不好，哇，我那时候我真的是压力超大的，可是我得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是那天我好像是有哭了嘛，哭着跟他说，拜托你让我先去回来，我就赶快解决。所以我那一场婚礼真的对他很不好意思，我就参加完带完那个歌曲之后，诗歌之后，我就回家了。后面的整个活动我就没有参加到，都没参加了。对，我就很抱歉，但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当中，让我去正视到说，忧郁朋友这个状况，为什么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里面呢？可能会在最后关头临时发出讯号，说我不能出门了，我不要去了。所以即便前面做了很多的安排，都有可能会临时变卦，这样子。对，没有错，可能是像我们可能前一天晚上我们都说好，明天就是一定要出去走走，然后玩玩的。可是呢，到隔天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想去。然后世奇老师他会比较，他是属于这种行动派，他就会说走啦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很崩溃或是很火大的说，我就是不想去啦这样子。然后变成说我们就好，那就说就不了了之。然后当然有时候我也会就是尽量配合这样子。那配合完之后，我就发现哇，出去真好，就是出去走走，其实也很好。对。可是这个真的要做到，还是真的有点难啊。对，即便是我安排的活动是他喜欢的像我们这个礼拜一直说好要去看《鬼才知道》这部电影，就是想说，因为他喜欢看电影，所以我就想说，我就带着他，那我们去看个电影出去这样子。那么一个礼拜下来都出不去，没办法出门。就是说我场次已经看好了，对，而且是安排他喜欢的活动。然后可是他到那时候说，算了，我不要去。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时候的心境状态是什么吗？为什么这是你最喜欢的活动为什么你又还是不想去？对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因为那部戏已经很久了，它不是on档，就是我很追求，就是你看的是不是就是这礼拜的新片？那如果不是这礼拜的新片，我就不想看了。第一个是这样啦，那第二个是因为就真的身体还蛮烂的。可不可以多说一下这个区块？什么就是身体？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说，为什么动不了？就是行动对，就是动不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心情，就是那个动不了那种感觉，尤其让我们这种不是忧郁朋友的人当中，我们这种一般普通人可以去感受一下你的动不了这件事情吗？动不了这件事情就是那个心就是打不开吧，就是讲人家讲什么，你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接受，然后并且去做这样子。你就很想要说我就只想要发懒，我只是想要就是就是真的不想做啦，就纯粹就真的不想做。那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应该有几个点吧，就是因为最近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嗜睡很严重，
就是碰到沙发马上就可以睡着这样子，嗜睡很严重，然后行动力不佳，然后还有什么，行动力不佳，然后也莫名的就是也有点压力这样子，就是焦虑这样子。有可以讲一下说那个焦虑可能是什么吗？我焦虑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要去教小朋友手作课这样子，然后还有思琪老师就是要求我做一些工作，我很不想做的工作，这样不善于的工作，这样大概就是有这两个这样子。对，但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都是事情有跟他讨论过的，就说那这个你可以做吗？可以做吗？就是说我可能安排他一些，比如说在做一些影片的剪辑的部分的时候，问他可不可以做，那或者是说准备直播这件事情，然后问他可不可以做这样。但是一旦有新的任务进来的时候，即便已经之前都说好了，还是会对你造成一种压力，对不对？那以至于让你没有办法去一直往前行动。对，然后身体就自己，身体的感觉是怎么样啊？是重吗？还是什么？身体就自动就不想要去动它这样子。会很沉重吗？是说连行动都不便的那种感觉吗？就是你想到你就会觉得说，要做这些我不拿手的事情，我真的没办法。然后醒来也是会想这个，然后睡觉前也是会想这个这样子，然后就会让我觉得我压力好大这样。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说啊？就是其实你对于已经约定好的事情要做的事情，其实你是很想要去完成的。就是其实你心里面当中是很期待能够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你会日也想夜也想，然后结果想到后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好像做不到，所以我就不做了。是这样感觉吗？就直接摆烂。可是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对你来说，就是都不做，会让你比较舒服吗？其实会没办法脚踏实地的生活。对，其实还是会就是还是会觉得说，我觉得没有做这件事情，好像有一点点愧对别人这样子。可是我就真的不想做。这个也不能拿来当，这个好像也不太能够拿来当借口。因为你毕竟你生活还是得过嘛，你还是要往前走这样。对。所以呢，这个真的大概就这样子。我也没办法说什么，但是我很确定是我真的就是在跟人家约好，然后确定的事情，可是还是很容易爽约。但大部分都还是可以就是体谅我，但因为都是知道说我是有生病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你的心里面的状态其实是你想做，对，你想做，可是我做不了，做不到那样子。对。好，那这件事情中，如果别人认识你，所以他如果给你一些体谅，说那没有关系。没关系，这样子。那当你爽约，听到别人说没关系啦，这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其实我会就是松一口气啦，就是觉得说还好他们说没关系这样子。那然后再来就是说，再来就是会很轻松，就很放松，然后就在家里开始就是自己就是开始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啊，或者睡觉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就变成这样子，就会比较心情会轻松一些些。心情会很好这样子。那你这样会不会害怕以后人家就是都不会再约你啊，或者是跟你做什么样的行动约定之类的？你会不会害怕？我也是会啊，当然会。可是我现在就其实也会，当然你会慢慢改进啦。还是会慢慢改进，不会说真的没有你可以有时候你跟这个人可以确定说你真的有把握出去的时候，你就可以约你自己去约人的时候。可是你要怎么？因为你即便像之前的我们状况，就是你也有把握，但是在当天
是临时出状况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去调试你的心情？因为我相信你很自责，对，那你要怎么去调试这个心情呢？我觉得没什么好调试的，你就是照着自己的心情走就好了。那即使真的就是，假如说我们是约一群朋友，就像是可能假如说你约一群朋友，那他们都到了，那即使我没到，那他们也可以相聚啊。但如果说我只是约一个朋友，那他可能我就会反正我也是会提早说，不是不会，可能就在提早10分钟。提到10分钟说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为什么会压到10分钟，是因为我真的很纠结，我去不去啊？我真的很想去，而且衣服可能都穿好了，什么都弄好了，可是我就是出不去那个门。对，所以其实我就是会觉得说，哦，好烦哦，我就是，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朋友，我就跟他们说怎么办，我都弄好了。可是我就出不了门这样子，我就打电话给他们，然后可能就是或者就是反正不管是一群的还是一个这样子，我都会赶快打电话跟他们说，我有很大状况，就是我没办法出门。所以其实你勇敢的说出你的状况啦，对，而且其实你会压到这么紧的时间，是因为你一直在纠结。对，就是真的就是已经都弄好了，可能都已经准备，其实我可能已经都准备好，可能在知道要出门前，我可能就是差不多半小时，我就已经准备好。那因为我们还要出去嘛，到那个地方，我会抓一个时间点，然后准时到这样子。可是呢，我就在那个时间点，我就等到那个时间点，我就天哪，不行了，我还是要得跟人家讲一下，我真的没办法到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边当中，大家可以总结一下吴文他在就是面对约定的这件事情当中，其实他并不是刻意的爽约，对，其实他一直在纠结要去跟不去，因为他很想要去试试看，多练习一下，但是因为就是做不到，因为你知道，就像你说的，身体跟心情是分开，所以你在这一面上其实就会很纠结这样子。那我们其实像我们这样子的，就是比较没有在忧郁情况的人，就是可能就需要去理解，因为知道说他可能在最后关头可能会出不去，所以刚刚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会把他的讯息发出去，告诉别人他的状况。对，因为我相信很多的，如果你是忧郁朋友，你很多时候可能是选择不讲的，对不对？对。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察觉到啦，有在之前我没有办法，我察觉不到说为什么我就是出不了门。我真的没办法察觉，我只觉得哦天哪，要出门就是一个压力这样子。然后直到最后我才开始练习说。直到最后有练习到跟这个病共存之后，我就开始练习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出门的原因这样子。所以我就是真的会直接跟朋友就是求救说我真的出不了门，我真的没办法这样，不然我不会很想要出去跟人家聊天，不然整天都闷在家里其实也蛮不舒服的这样。那你是怎么察觉到这个状况？从以前没察觉到后来察觉？后来到最后就是自己就是会发现就一件事，就是说就会发现一件事，就是说为什么我每次到这个时间点我就不想出门这样。那明明自己就昨天很期待，然后还跟人家讲说明天见哦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为什么今天就出不去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就是好几次的这样循环之后，就发现一件事，就是这个真的就是顺着心情走，变成说我要顺着我的心情走，那其实这个蛮困扰我的。对，这是真的。那我不晓得，因为其实应该说忧郁症就是我们虽然是患者，可是像陪伴者其实不是只有家人，还有朋友。那所以其实我真的蛮感谢我朋友的，他们都随时随地都说 OK 没关系，你不到 OK 没关系这样子。那所以我也想要跟就是其他朋友，就是只是有这样子的状况朋友，其实我会
想要跟他们讲说，就是跟你们讲说，其实没到，其实真的没，其实不是你不是故意的，对你不是故意的，所以其实如果可以体谅你的人，还是真的会体谅你。对，然后，但是如果说他不理解的人，那你也不要太在意这样的事情，因为其实他就是没办法同理啦，同理你的那个心情这样子，所以你也不要太过于在意这样子。因为像刚我有提到，就是说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中，其实他也很期待要出去，但是因为最后一刻出不了门，对，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身为一个陪伴者，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给予一些责备、不谅解的时候，可能会对他产生更大的自责跟影响。对，那这里面当中，我们会需要给他很多的空间，因为我发现许多的想要去陪伴忧郁症的人啊，都会想要去做建议跟矫正的动作，就是跟他说，我就帮你规划一个外出的行程，让你出去走走就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出去走走是好事嘛，对不对？然后让你跟朋友接触是好事嘛，所以说不要让你一个人这样子，所以说很多的就是在陪伴者这里面会想要做一些矫正的动作，那但是这个即便是好意的行为，都有可能会让忧郁朋友心情感到压力。对不对？对不对？就是在这个里面，我就说我安排了一个聚会，大家都就是能够帮你庆生好了，类似像这个活动，对不对？对，类似像这样子，这个就会很有压力。对，因为所有人都焦点都在他身上的时候，对，那他就会很被关注。对，当你被关注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很恐怖，因为就像是生日好了，大家都知道你生日的时候，大家会说生日快乐，我们生日快乐，然后就贴文，然后就贴一大堆的文章，都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很想要逃避，因为我觉得太多人关注我，我真的好害怕哦，这样。可是其实我自己又很期待说，有一天如果谁可以帮我开个那个生日派对，我应该会很高兴。可是呢，如果看到这个生日派对，我可能整个就是鸡皮疙瘩，就是整个惊悚起来。了解哦，对，很奇怪，就是有这种矛盾这样。你希望人家关注你，可是又不要太受瞩目。对，我是很希望就是不要关注我，但是可以帮我开派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对我来说，可是会比较可是开了派对就是以你为中心啊，对不对？那这样子你不是有压力的吗？所以这种东西我是尽量不要。还是说我们开了一个派对，然后所有人都忽略你？对，这样子。如果说这样可以的话，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到，就忧郁朋友在这个心情状况当中的微妙点，就是说其实心里面是渴望被关心的，对，但是关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其实你会慌的，对，尤其是很多的关注的时候是会慌的。我觉得我们不知道怎么接招啦。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因为我们通常在真的忧郁症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瞧不起自己，然后我觉得说我不配让你这样子陪伴，或者是我不配让，我就觉得我们是那种贬低自己，然后对自己完全没信心，然后所有等等的，就是说自己好像这个是自己的错还是什么的等等这样子，那为什么别人都对我那么好，然后就开始哭。这时候就哭了这样子。对，就是哭说怎么大家都对我那么好，我真的不配耶，我觉得怎么样这样子，就是有一种这样我没有办法去接受别人的好，觉得自己不够配得别人的好这样子，对，因为你自己的表现不是这么好这样子，对，所以就会产生很大的自责循环。对啊，因为你一整天都瘫软，然后别人突然对你好，你会觉得说，我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我什么事情都没做，可是你还关心我或什么之类，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样，对。我不晓得有没有就是因为我刚刚这一段其实是蛮触动我的啦。就是原来对忧郁朋友来说，那
他们其实面对别人的好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不配得，对，不配得。那我们这样子一个关心的动作，就可能反而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不关心他，好像如果都不关心你，就是都没有给你一些相对应的一个关系，会不会觉得都没人在乎你啊？其实一开始如果真的是很忧郁的情况下不会，但是如果说你开始有吃药，有点动力，比较有那个自己的那个意识了，就是有开始那个血清素上来，然后脑回路也正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怎么都没有人陪我，然后我很希望家人可以陪我这样，或是朋友可以陪我这样，是，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要求朋友陪伴这样，要求朋友们就是会去发出呼救这样子，类似，好像之前你就是有一次是跟朋友这样子，对，当朋友不理你的时候，你就是甚至会生气，对，然后情的怎么做？你那时候的状况你怎么情了你的朋友关心你的朋友？就是那一次就是其实我自己已经有点没办法，就那一次是因为事情老师也不在，然后我也很想要有朋友陪伴这样子，然后我就那时候已经就是抓不到人，然后我就快要不行了这样子，然后我还打了1995，然后居然给我说忙线冲，然后我就整个很火大，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朋友，我就说你什么时候可以来这样子，而且刚好被我听到说他们跟别人一起，然后说跟别人一起居然没有找我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就很火大，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都不找我们，就是为什么都不找我这样子？你们好啊，你们要相聚，你们自己相聚好了，以后都不要找我啦，我也不会找你们啦，这样子等等之类的，然后就开始情了，就之后我就被我另外一个朋友骂，就是Summer，他说你不要这样情了别人，要就要，不要就不要。说好，那我知道，下次我就会很直接说我要你陪我这样子，对，所以说其实因为你也是真的是因为有需求啦。我那时候真的，我是要打到1995，我那时候是真的很心里已经开始就是很纠结了，就我朋友跟我讲说，其实如果真的你真的受不了的话，没办法的话，你可以打110吗？还就是反正打给警察局也可以啦，这样子。我说好，那我知道。对，就是说，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会想要到处会去抓啦，或者是会有一些需要这样子。对，那只是说，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些他的生活圈、生活方式，对，也不能够没有办法就是以你为中心。对，这是我可以体谅的，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你们有就是朋友们他们有一起出来就是吃饭的时候，其实可以约我，因为我就是平时在家，但是我在猜，他们也可能会因为觉得说，可是每次约那个对文他有时候就可以出来，有时候不可以出来啊。对，那我这时候其实我也不好意思说，再要求说，你们可不可以约我这样子？对，就是反而他好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就是你会需要一些人际互动的过程，但是约你的时候，你又有时候临时爽约，对，没有错，所以反而造成别人的困扰，所以可能大家又不约你了，所以这里面当中就会开始有一些这个你就发现越来越孤单，然后生活圈越来越小。对，没有错，其实到现在也是。那即便是特别帮你安排一个活动的时候，你还是有可能在最后一刻突然临时就不做了，就临时倒戈就算了。对，所以这个情况就是我以一个忧郁症的陪伴者当中来跟大家讲一下说可以怎么做啦，就是我只能说啦，你得要有足够的空间跟弹性。对，Hello，好久不见，对，好久不见，对，那你要给他一个足够的空间，因为可能没有办法，很多的事情就是按照一般的既定的规则，因为很难说忧郁朋友的心情，他可能会忽好或忽坏，
会。那我们即便安排了很多的行程，这里面呢都会需要做一些弹性这样子。对，那因为像我自己，我可能就会事情当中我就安排的就比较仔细一点，然后按部就班。但是当我在这样子做的时候，同样的要求由于朋友的时候，要求文文的时候，他就会倍感压力，因为那个可能他就当下就做不到，就是因为你就是可能跟我讲说我还需要调试，但是调试的时间要很久，我到现在也是这样。对，大概要多久的时间呢？1个月。所以1个月，所以我得1个月前先跟他讲，1个月后我们可能要做什么事情。对，就是至少啦，就是2个礼拜吧。就是你可以先跟我讲，那我就会开始适时的让自己投入那个，就是可能例如工作好，我就会适时的投入那个工作里面，但是我不会一下子就陷进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真的做不到这样子。我到现在还是这样。对，那即便是如此啊，像刚刚其实我有提到，在面对这个过程中，它都是一个学习跟调整，所以他其实讲到一个很关键，就是去觉察自己的情绪，知道自己的状态是怎么样。就是说这里面当中要知道因为我好像在某一种状况里面特别容易爽约，对，或者容易临时失约这样子。这个时候当中，因为觉察这件事情它是需要记录的，所以我们一直就是在我们的荧幕的上方有提供一个情绪笔记的模板，就是可以帮助大家透过记录自己的情绪，对于自己归纳说，那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我可能准备要爽约了。对，这个是也许你会透过记录是有迹可循的。那你透过这样记录之后啊，你发现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比较容易会临时爽约？比较特别。对，有没有归纳？还是说这一点目前其实还没有？我这一点到现在我还是没办法，还没抓到。对，我这点到现在还没抓到，因为其实我真的是不容易。目前大概在什么样的？那我们可以先稍微讲一下，目前大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能会就是爽约这件事情嘛？就是说实际的例子我知道啊，就是早上的时候就不要约我，因为我可能会一睡就睡到下午。对，因为我睡眠时间需要很久，所以呢，我可能就是会到下午，然后我确定有把握的话，我就可以约，因为至少让我睡饱这样子，然后不要疲累这样，不要疲累这样子。对，因为身体的状况其实很容易影响情绪的。没错，对，然后很多人就说我们是早起这样子，我没有办法。对，就因为睡不够，就会很不爽，而且其实我们有蛮严重的起床气。对，就是没有睡好，真的我整个就是不会就开心不了这样。对，所以像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礼拜天有时候会去教会这样子，对，那因为教会的活动都是早上的，很早，对，很早，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起来这样子。其实他也想去，他有时候跟我说，那不然明天的时候早上叫他。对，那以前一开始我都会很期待，就是那就叫他，然后就一起出门这样子去教会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吗？就久了，我真的也是也不想叫了。对，就是说叫一两次就算了，但是因为每一次就是为了等他，然后就我自己都没办法准时去教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烦哦，所以后来干脆我就不叫他了。对，不叫他，但是我也并不是就是放弃啦，就是我就想说你可以来就来，你不能来就不要来这样子。就是，但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会放弃的原因，是因为我可能前一天晚上会跟17老师说，你明天一定要叫我，然后他隔天叫我的时候就被我臭骂一顿。对，叫得太用力就被臭骂一顿。对，我说我不要去，我就是要睡觉。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后来我都学聪明，我就跟着这样子，我就很轻轻的叫他，我起来了要去教会哦。他说不要，我要睡觉。我说好，那你就睡吧，我就不理他了，我就自己去做我的事情了。对，就是说这里面当中其实给他一些空间，同时也是给陪伴者一些空间啦，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是一定都是以忧郁朋友的身心灵为主，我们有我们的生活要过。对，但是我们可以给他一些空间，然后适时的去提问一下邀请，
邀请的动作，对，那你可以安排，但是我觉得你得要有弹性啦，就是就是你在陪伴者当中，你要有点弹性，因为你在这里面你过多的要求，不要说过多，就是一点点的要求，对忧郁朋友来说，可能都是过多的期待，那这个情况下就会产生一些压力的存在，这样子。对，那面对这个状况当中，有没有什么是你想要跟？如果今天他本身是睡就对了，对啦，我们的确是就睡就对了，完全没有情绪存在，就好好睡觉。如果说今天是同样是有忧郁的朋友，他可能跟你有一样的状况，就是也想出去，但是他出不了门，你会怎么样建议这些忧郁朋友他的这个心情要怎么去调试或者是去解读呢？这个我只能说，就是以你的心情为主，我觉得比较重要，因为你可能真的强迫自己出门，可是你整天可能就会很慌。对，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就是会很慌，就是很慌张啊，然后你就反正你就会开始可能盗汗啊，然后不舒服啊，然后胃绞痛啊什么之类的，所有的那种自律神经错乱就会全部都上来，然后你就会整个很不舒服，然后反正你就会提早想要回家这样，可是你可能回家的途中，可能你会伴着晕眩，没办法骑机车，或甚至没有办法走路这样子，这是有可能的事情这样，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大家还是先以自己的心情为主，然后再来就是先跟朋友沟通，就大部分的朋友会知道你真的就是有生病，然后所以呢才会就是也可以接受你这样子，所以他就是你要跟他讲说，我想要出门，但是我就出不了门这样子，那我相信他们应该也会有没有可能是忧郁朋友本身他不愿意讲自己生病，就觉得自己我做就是生这个病，然后还跟别人讲，那其实是不太敢讲，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状况？因为你刚刚说朋友会谅解，那会不会忧郁朋友自己本身就不谅解自己了？也是会有啊，我一开始是有啊。你要不要讲一下一开始的这个状况？我一开始会哭着跟我朋友讲，就是一直道歉，我说对不起啊，我真的，然后就哭啊，他说对不起，我真的没办法出门什么什么的，然后朋友就会开始察觉到你为什么每次跟我们约，然后每次就是哭着，然后跟我们说你出不去这样子，对，朋友就会开始察觉，那有些人他们当然是反应比较慢，然后有些人他反应比较慢，就是觉得说，你凭什么每次都这样子爽约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反正朋友圈就那几个嘛，所以就是可能有察觉到的，他可能会就先问我了，他就会说，你是不是怎么了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就是会坦白，我会承认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其实就是还是需要勇敢说出来啦，因为你自己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对，那你才可以勇敢去告诉别人说，我其实有一些生病的状况，对，没有错，对，所以因为你发出讯号，对，那我们才知道说怎么样去帮你，怎么样去给你一些回应。我觉得我最近其实有看到一些影片，然后他就在讲说，其实我自己很不认同啊，他讲说忧郁症的人就是因为他太在乎自己。就是他就会觉得，他就会在里面，然后他就觉得说，是因为你们就是太在乎自己的心情，所以这样子所以你们这个状况就不好。对，你应该要放开心。对，那我其实，在当中我听完，我就觉得这是废话，就是说他们今天要是可以放开心，对，那他还会忧郁吗？就是因为他今天是生病的状态，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这个事情是他不能够做的。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其实很自以为是，像我以前的我也是一样。我自以为的关心，对他们来说就想说，我已经是这么同理你了，那你怎么还可以做？就是你为什么还这样子不能够按照规矩啊？然后怎么样去做？你为什么这么看重自己的情绪？对，你就不能够放开心吗？以前我也是这样子，但是跟我们这样子相处，知道他的状况之后，相处，然后知道他的心情状况之后，我才知道，其实他是做不到的。
这招不对。你讲的很多的陪伴者应该说，你就放开心，不要想那么多，类似，或者是你甚至会有一些告诉他说，你就是因为太在乎自己的情绪了，太在乎自己的心情了，所以你才会忧郁。你应该要放开心。我就讲这个，我说实在，我说实在，我真的没有在乎过自己对啊，我真的没有，就是真的就是不开，我就是真的就是一直 sad，就是一直你就一直就是轮回在那个漩涡里面，我怎么在乎自己？我说真的，忧郁症的人是连命都可以不要的人，这不是我在乎自己。对啊，我不懂为什么会有人这样讲。因为这些人啊，我觉得，因为我最近就是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像在上面当中，因为他自以为这样子做一个呼吁，然后就可以一句话可以让忧郁朋友就可以这样清醒过来。就是他就觉得说，可能对，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因为你就没有这样子，你就不是这样生病，因为他们是生病，是身体状态的问题，身体那种感觉就像什么，就像是你今天腿断了，我跟你说，你应该要去好好的跑步哦，这样腿部肌肉才会健康。他腿都断了，是要怎么跑步，对不对？就是说，他们很多人会觉得忧郁的人，他们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这件事我是可以克服的，所以用力一点点，然后勉强他一下，跨过去就好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很不能够去接受的。还有就是有些人他是会用经验谈对，就是会跟你讲说啊，我以前也是这样结果我也不是，我都没吃药，我不是也好了，就这样你就不要吃药啊，你就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可是这对我来说我做不到，因为说实在，我还是很需要有专业的医生就是陪着我，然后开药给我吃，这样我才会保持理性嘛，理智。个人的经验，对不对？别人不太容易复制，但是你要有系统的，能够有系统的帮忙。什么叫系统帮忙？什么叫系统帮忙？譬如说医生专业，这叫系统化的帮忙。对，或者是我们今天陪伴者当中，你要有系统的去陪他，你不能说我以前都这样陪，我以前都是，或者是我以前都可以不吃药，或勉强自己去运动，我就会好了。这是你个人的经验谈，但是你不能够把你的经验完全去强加在别人身上。有一次我在陪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啊，看医生，那个时候在医院里面就有一个妈妈，一对夫妻，对，然后那个时候太太就失眠嘛，对，然后先生就说你就是用意志力就会睡着，我就是用意志力，就可以睡着了，你就不用来吃药。他就这样子在责备那个他太太。真的我不知道。对，那个时候我们聊就我就在旁边看着那个先生，就是跟他太太说，我以前也有睡不着过，但是我就用意志力躺着，眼睛闭着，时间久了就睡了。然后我就在旁边看着，我就想说，他就是生病睡不着，所以才来看医生啊。对，那你有意志力是你的事情，你有意志力是你的事情。那一直在讲，这是你的经验。当你这样子去教导别人的时候，但是他能不能够接招？勉强。对啊，你说好，我今天好，你就同样复制我的方式，眼睛闭着，那就会睡着了。我讲失眠的人，他睡不着就是睡不着，忧郁的人当中出不去就是出不去。你在里面当中做很多的要求、勉强、规矩跟规范，甚至很多的好意跟行动，其实都是压力吧？对，有压力。对，所以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现在想要在这边当中呼吁所有在陪伴者，对，你要做的就是放开，给他空间，让他去调试他自己，你不要去干涉他的调试过程。那至于说他们要怎么调试，忧郁症的朋友们当中怎么调试，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进程，有一些方式，但是这一块就会需要有一些经验，就是在里面当中，也许透过一些亲身经历的分享，过去我怎么做了，那可以试试看。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做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目的啦。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自己要调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呢，最重要是家人的陪伴，家人的调试更重要。就是家人真的不要就是一昧的说这个没有，你不用吃药啦，你怎么样这样子，
你就是出去走走就好，这样就真的走也不会好。除非你真的你真的已经有进步到可以出去走走，那你也可以自己出去走的话，也不用家人陪啊。对啊，对对对，就也不用家人陪，你就是可以自己去走走，然后不用家人陪。像我最近就是都会自己走路，然后可能去市场买菜。对对对，这个也是没有事情老师陪伴，但是我自己走我会很开心，我觉得我会很开心。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说你要的就是给他一些空间，让他去调试。对。那我们在旁边当中，其实就是尽我们所能的去陪伴。对，我发现有一些人可能对于陪伴这一件事情都会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说我得24小时陪在他身边。然后陪他做任何事，帮助他做任何事情。以前我也是这样想的，对。但是你要这样子牺牲掉我所有的时间精力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很辛苦，因为我们可能也要，比如说我们要上课、要上班啊，我们有我们的生活啊。对。所以你要在里面当中取得平衡，应该怎么做？你就是给他空间，然后你在那个一般的你该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可是你可以给他示范个讯息，你有状况，请随时让我知道。那我会尽可能的去协助你。尽可能。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当中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啊。就这样子跟调配。对对对对，不然这样子很多时候就是任何一方的勉强，我觉得它都不会造成好结果。对，没错。像是之前我们在有时候在那个就是准备要出游的时候，要出去的时候，在里面当中就我们走啦，时间快到，你知道那个有时候那个时间很赶，像光是今天早上其实我们到台北去演讲，那在里面当中，他其实这几天有跟我说他想出去了，但是我也是安排了很多活动，但是他就出不去嘛。对，看电影就出不去。对，就是整个就这样。那但是后来今天早上我已经要出发了，我要出发去演讲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可不可以出去跟你走走？你知道吗？这代表什么？代表他已经调试好了，代表他已经有想要在这里面，然后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每天都躺在家里面。因为我这几天几乎都躺在沙发上，然后就睡着了。不管是就是早上呢，最近是早上的确生活比较正常，就是大概早上大概10点多就会起床这样子。那以前是可以睡到下午2、3点这样子，然后呢，现在有比较进步，所以可以睡到大概10点半。对，可大概10点半左右，可能就是帮所有的我们家的孩子们就是弄好所有东西之后呢，我就开始我就会坐在沙发上，然后没多久就睡着，然后可能一睡就可以睡到晚上7点这样子。对，然后就到今天的时候，我就想说不行，我刚好我今天也是到10点半10点50大概起床，然后一起床之后我就跟思琪老师说，我不想要再睡，我想要跟你出去走，我真的觉得一直睡好疲累哦。对，然后我就马上弄一弄，然后我们就出去，然后就去坐高铁。对，就是真的，就是说他释放 OK 好，那我们就接招，好，那我就带你出去。就是说你就是保持一个这个准备的状态。对，不要，我觉得可能事先的规划，或者是就是说事前当中做太缜密的一些计划，其实先告诉你，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对，那反而不如就是给自己给他更多的空间跟弹性。所以今天他说要出门的时候，其实我已经预估大概要差不多40分左右，就提早40分左右出门。对，我就是大概这样，应该会很从容的到。但是因为我问他说，临时他想要出去，我说好，所以他即便慢了一点点，我说那没关系，那我们就还是出去，我就调整一下自己的行程。对，然后我就飙车啦。对，我就赶快飙车这样，然后就赶快去搭高铁。那只是说这个里面就是变成说彼此之间要更多的一些空间跟协调，然后还要讲出需要啦。对，讲出需要这样子，所以你要把你的状况讲出来。如果你今天是忧郁朋友的情况，对，谢谢你的祝福，我们平安喜乐这样子。对，如果说今天你也有自己本身也是有忧郁的状况，当你觉得你出不了门的时候，对，你爽约的时候，那不是你的问题啊。
那可能不是你的问题，那更多的时候是你心里面当中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讲，就是想做但是却做不到，做不了，这个是生病的状态这样子。对，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在面对到如果下一次在面对到这种想要就是跟别人约，然后就后来爽约的这个状况，对，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忧郁的朋友们吗？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让朋友清楚知道说你真的生病了，然后再我就是要跟朋友讲，就是真的，当然最后的道歉一定要说啦，就是一定要很真心的跟人家道歉，因为毕竟人家也是花了自己的时间，然后准备要陪你这样子，所以其实这种事情真的也要好好的跟人家道歉这样子，然后。像我甚至有时候我就会可能下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就会部分的请客，就是请他们大家，然后让他们知道我真的是很有诚心的想要弥补之前的爽约这样子。对对对。那再来还有就是我觉得真的你自己出不了门，不然就是邀朋友来自己家。这也是不错的方法。对对对，我这阵子就是真的有这样子，就是说我真的出不去可是我们家很多娱乐设施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说那你要不要，我真的没有办法出门，那你们来我家好不好？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也愿意，就是你也愿意家里可以很热闹。好，那其实我朋友不多，但是我就那几个其实我们就可以开心聊一整个下午这样子。对对对，我觉得你这个方法蛮好的，如果出不去就让别人来。对对对，就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大家是可以有一些调整的。对，调整好。那我这边就是一个陪伴者，我们家猫在叫。对，那我以一个陪伴者的角度啦来提就是你要给忧郁朋友们，就忧郁的家人们，给他更多的空间。然后那让他有时间有空间去做调试。做这样，因为这里面当中我们不确定他们什么时间点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好。调整好，所以你要让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弹性，不然你兴冲冲的为他安排一次美好的活动跟聚会，他勉强自己出去的时候回来，我跟你讲，我的经验都是回来的状况都很差，就是他那一天会很就是他那一天会表现出来，我们有出去，勉强自己出去走走了，但结果回来呢，心情不好很久，身体状况很多，你会发现后面副作用很强。对，大概至少会2个礼拜的时间。对啊，那个，然后甚至就是还是要去看医生。对对对，那这个生活都是整个处在不太正常的状态了。对，就是说不要勉强，你可以安排完之后，然后看看他的状态 O 不 OK， 可以就去，不行就随时取消。好，随时取消。你可能要有一些这个状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打算的准备，尤其是在初期的时候。初期是在我说的初期是，如果这个朋友他刚开始忧郁的状况的时候，不要急着安排任何的活动，急着带他出去走走。不用急。所以我有做一支影片叫慢慢来，慢慢的陪伴忧郁症，就是配合他的步调，慢慢的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样子你才能够去让他去学会怎么去调试心情，不是勉强他去做任何的改变跟调试。好，不要做任何的勉强。好，那我们陪伴者当中就是以一个弹性的状态去做一个陪伴，那自己当中还是要顾好，因为我发现许多在陪伴忧郁症的人的过程中，因为太过于想要让他好，所以让自己承受很多的压力，你知道吗？一承受压力的时候，脸就会臭，就会产生负能量，负能量就会有坏口气，这些东西就会反射到那个忧郁朋友身上。因为我们其实也是会看对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自责，是不是我们的错？为什么会让他导致他这样那么生气，或者是这么失望，还什么的这样子？然后又不想活。对，就修到这个无限循环，又到这里。然后他一说不想活，我又紧张了，他怎么这样子？是不是我哪边做不好？对就是说这是这个里面，所以你陪伴者你要稳住，好像没事一样任何的状态下，今天他
不管是他的身体状况变差，吵着又说不想活了，然后或者是说今天他在这个我们聚会他又爽约了，各种状况你就稳住这样就好了。那今天家人们稳住，我想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支持。对，但是你也不要就是太过分说，你不好你就去看医生啊，就不要这样子，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自己不好啊。对，那会去看医生，我们就是会去看医生。没错，对对，所以也不要就说你不好你就去看医生啊，你现在是在臭脸给谁看什么之类的，不要说这样话，因为说这样的话真的，真的我们会就是受伤了，对，就很受伤这样子。而且通常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都是半夜的时候，哪有医生可以看，对不对？那医生可以看，所以你在这种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想想那身为家人的我们，或者是朋友的我们，对，你就稳稳的接他的情绪，听听他，所以你想说什么？你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对，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对，大家就摊开来说啦，对，摊开来说这样。好，那当然也是鼓励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的做这个情绪的笔记，情绪笔记，让你能够透过书写去觉察自己的情绪，归纳出来说自己可能在什么时间点会发生什么状况。好，比如说为什么会常常会失约、会爽约之类，为什么有时候会出不去，记录下来，长期的记录能够。会对你来说会更能够觉察自己的情绪会更好这样子。对，那就说最近其实我也是这样子，我们都会煮饭，可是我最近虽然买了很多食材，可是我就是没办法煮饭，所以我们都叫外卖，就只能这样子。对啊，对，所以其实这个也不是谁的问题，就是纯粹我真的没办法出去买菜。但是食材可能有些是订购的冷冻食材，可是蔬菜就不是，蔬菜一定要到外面去买。可是问题是我现在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到外面去，对对对，所以就好几次我们都这几天几乎都在吃外送这样子。对对，这个也是我没有办法克制的。对，那我这边我的反应就是没关系啊，外送也可以啊。然后你有煮我也就开心，你没有煮没关系，那我们就叫外送。对，就是说更多的空间啦，给彼此更多的空间，不要让这些任何的事情会产生压力。对，没有错。对对对，那也不要再说他们都关注自己，就是因为他们不关注自己的状况，或者说他们抗压力不好，不要再去做任何的指责。不要再，因为我们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造成他心里面的伤害。好吧，好，那如果说今天像今天的内容能够对于在面对忧郁或者是忧郁症陪伴者当中能够有一些分享这样，那如果说下一次你们还有一些想要知道的、想要聊的一些内容，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就再有机会在下一次直播里面当中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OK， 拜拜。好，拜拜。